人生的最高境界是2句话：允许一切都发生，允许一切如其所是。其中包括允许一切荒唐的事发生，允许一切丑恶的人存在，允许别人做别人，也允许自己做自己。生活本身就不可阻挡，人性也是深不可测。你害怕也这样，不害怕也这样。干脆做最坏的打算，允许让他们随时到来，允许人性随时暴露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于是你就坦然自若了。做最坏的准备，有勇气接纳各种最差的突发情况，往往才有机会遇见最美好的人和事。这是上天对勇敢的一种奖赏。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，而是允许与接纳。允许世事无常，允许遗憾常在，允许愚蠢和短浅存在，允许有人不喜欢你。这是一种胸怀和格局。当你允许一切都发生之后，你会变成一个柔软放松的人。生活不过是见招拆招，之前你最担心的情况，现在你都不害怕了。于是每一件事都是好事，之前你最喜欢的人你都不期待了，就没有什么能让你失望了。从你出生起，你的原生家庭、教育经历、家乡，甚至亲戚朋友，所有的一切都构成一个大的认知圈。你就站在这个圈圈里，观察着外面的一切。你无法摆脱这个圈，你甚至都不知道要摆脱这个圈。在这个圈里，一切都可以合理的解释，但它就是很诡异的在束缚你的命运。那些觉醒过来的狠人，都是费了半条命跳出了这个圈，而且把几十年形成的固化思维完全摧毁掉。唯有如此，才可以在废墟上建立新的独立思考方式，并把以前被颠倒的一切完全颠倒回来。逃离认知圈，去接触和见识更大更广的世界。永远记住4点：凡是要你顾全大局的，你都不在这个局里；凡是要你不惜代价的，你就是这个代价；凡是鼓励你做的事，那是有坑，需要你去填；凡是禁止你做的事，那是有好处，却不想分享给你。我们所能直接获取的一切信息并不属于我们，只有当它们进入我们的大脑之后，经过我们的思考和审视，被我们过滤之后的那部分才属于我们。这些东西被我们摄入、囤积起来，成为认知。我们所被告知的一切道理和答案并不属于我们，只有当它们进入我们的大脑后，在某一时刻跟我们的经历相结合，让我们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的，在这一刻才属于我们。看到的是信息，学到的是知识，悟到的才是智慧。具有一定修养的人，或者修到一定程度的人，往往没有了脾气和情绪，也没有偏激的观点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。他们大爱无言，大因牺牲。所谓上善若水，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像水一样柔和，无色无味。真水无香，身上总有一种特别的能量，能感化和吸引别人，甚至可以化解别人身上的戾气。拥有这种面相和特征的人，犹如凤毛麟角，如果遇到了，一定要珍惜。请务必注意，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不要随便跟人发生亲密关系，因为当2个人发生了亲密的关系，就完成了一场能量交换。从此以后，2个人就会互相影响，就像量子纠缠。所以作为一个男人，千万不要随便去碰那些夜场、娱乐城的女人，她们身上汇聚了太多戾气以及各种低级的能量，一旦被这些能量纠缠，你终身都会难以摆脱。你的运气、财运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，这就是所谓的烂桃花。如果要去接近，就去靠近那些能量高的、有福气和福报的女人，她们在无形当中净化你的身心，能给你带来好运和财运。女人同样如此，千万不要接触那些渣男以及各种低级能量的男人，否则你身上凝聚的福气会在一夜之间被破坏，10年功力毁于一旦。现代很多人为了寻求短期的刺激，经常沉溺在花花世界里，不断拉低自己的能量级别，这是最愚蠢的做法。如果可以，请多接触能够在灵魂层面滋养你的人，他们像一道光一样射入你的内心，给你带来温暖和希望。
世界上最好的关系就是彼此滋养。凡是富贵之人，往往都是男人女相，或者女人男相，或者北方男相，或者男人北相，一副雌雄同体、阴阳合一的感觉。男人帅到极致，就会有女人的秀美；女人美到极致，就会有男人的阴气。人刚出生时不男不女，人到老时亦不男不女。人生之时为混沌之想，人将归天之时亦是混沌之想。俗话说，相由心生。只要一个人内在是慈悲的、本自具足的，外在的表现就是祥和的、圆融的，也是儒家讲的中庸，道家讲的太极，不偏不倚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对立又统一。近看则阴阳对立，远看则黑白难分，犹如混沌。守中而治，和谐自然。凡是有大福报的人，多具有慈悲心，皆面容慈祥，和蔼可亲。最后的呈现也是忠孝，既有男人的坚韧，又有女人的柔和。这是上天的恩赐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为什么很多有钱人都变穷了？钱的好处虽然很大，但它的反噬力更大。一个人如果没有很高的德行、贡献、智慧，很难扛得住这种反噬力。看看我们身边吧，很多人赚到的钱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开始飘了。他们作威作福，奢侈无度，无视规则和伦理，破坏公序良俗。人一辈子的财富有一个临界值，当一个人的劣根性被金钱暴露的那个财富值，就是你财富的极限。有那么一批人，他们的运气非常好，赶上了闭眼都能发财的好时代，也赶上了资产升值的最好时期，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。这就叫野蛮生长，但是他们的认知和财富并不相称。出来混，总有一天是要还的。于是各种惨剧就发生了。这2年这些人都被收割的差不多了，包括生意难做、投资失败、教育出糟糕的下一代等等。作为一名家长，当你不再是带领孩子成长，而是能从孩子身上悟出自己的成长的时候，真正的教育才刚刚开始。孩子让你最头疼的地方，恰恰是你需要预料的地方。作为一名老师，当你不再告诉学生答案，而是在激发学生思考，然后让学生告诉你答案的时候，真正的课堂才刚刚开始。切记，从来没有愚蠢的问题，只有愚蠢的回答。作为一个老板，当你不再为了自己赚钱，而是努力能让员工过上好日子的时候，真正的管理才刚刚开始。作为一个商人，当你不再为了追求利润，而是为了帮客户解决问题，你的生意才刚刚开始。一位90岁的老奶奶说，她人生中最后悔的事情，60岁的时候想要学拉小提琴，但是觉得已经太晚了，所以没有去学。如果从那时候开始学的话，现在我可能已经学了30年了。大家记住一句话，只要是适合你的事，只要开始干了，都不晚。人生最可怕的不是开始的太晚，而是你从未开始。无论你多大年龄，你最想某件事的那个瞬间，就是最好的开始时机。种一棵树的最好时机有2个，第一个是10年前，第二个是现在。你所浪费的今天，是昨天人梦寐以求的明天，也是过去人回不去的曾经。看完这段话，你就不焦虑了。你买车了，发现有车也就那么回事；你买房了，发现大家都有房子，也并不稀奇；你有份体制内的工作，发现也就那么回事，天天各种勾心斗角、人情世故。你好不容易当上老板了，才发现有的员工比老板牛；你有钱了，别人都管你借钱，才发现债主都是爷。我们习惯把幸福理解为有车、有房、有钱、有权、有体面的工作。其实真正的幸福应该是选对良人，父母安康，过着幸福的生活，一生无忧无虑，
无病无灾。一生所想不过饱餐和悲哀，一生所求不过温柔与良忍，一生所梦不过幸福和快乐，一生所愿不过平安和健康。喜欢免费帮别人是会要命的。曾经觉得能帮则帮，举手之劳，成人之美。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，免费付出往往只会滋养贪婪，甚至有一天你有难处了，没有办法继续提供帮助，他会反咬你一口。记得有位同事总是搭我的顺风车，起初他满口感激，礼貌有加，但时间一长，他的态度变得理所应当。有一天上班下雨了，他要求我开车到他楼下，我婉拒了，因为小区路窄且拥堵，我不太敢开。他仅阴阳怪气地回我：“车是你的，你说怎样就怎样好了。”那一刻我仿佛听到了贪婪的嘲笑。喜欢帮助别人，你以为你是在积德行善，但事实上是没有分寸感的助人，就是在培养仇人。记得一位远亲投奔我，我管他吃住，出钱出力出人情帮他找工作。最后我和他的关系并没有成为所设想的远在他乡的亲人，是加倍的亲，而是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。原因是他的职场成就一直追不上我，他开始心生不满，明里暗里指责我帮他的时候肯定是留了一手，并没有全力以赴。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人性有时是可怕的，你帮他的时候掏心掏肺的付出，他却反怪你没有把所有的资源都免费给他。自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拿钱办事才是人际交往的真理。这不是对金钱的崇拜，而是一种对等价交换的尊重。它保护了我们不被无端索取，同时也维护了关系的平衡。倾尽全力免费去帮助别人，等于间接激发别人人性的恶，最后会反噬到自己身上。这好比夏日街头的免费扇子，那些做推广的人免费送你一把扇子，你接过来扇着风，还觉得别人烦得很。但是如果你自己去买一把扇子，你会认真地收起来，把它带回家。这一现象启示我们，不用付出代价的给予往往不被重视。观察发现，许多成功人士虽然会做慈善，但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并不轻易地主动提供帮助，即便是对亲人。我们领导有个老家的亲戚过来，领导只是提供了临时住所和一些公司信息，而具体的工作方向和面试过程则需要亲戚自己努力。领导说，我的眼界和资源可以帮他安排好这一份工作，但是每个人的思维和认知是不同的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适应，他的家里是否满意，他能不能赚到钱等等。帮助他人不是一时的善举，而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长期过程。它涉及到许多未知的变数和潜在的问题。有分寸的帮人才是真正的帮人，没有分寸的帮助后面会有很多漏洞和麻烦事。你觉得你是真好心，但万一造成了什么恶果，是需要你自己验的。可以助人，但是必须让他付出相应的代价。没有原则的善良，处处心软，你就得担负他人的因果。人与人最简单的关系就是价值互换，不要随意乱帮人，反之也不要心安理得享受别人的免费帮助。没有利益交换不是捡便宜，而是背后的风险你暂时没看到，一旦风险暴露，可能就很难控制了。了不起的能力、认知、执行、决心。我们时常渴望能够在人生的舞台上展现自我，实现梦想。而想要成就自我，认知力、执行力与决心缺一不可。它们就像是开启我们潜能的3把钥匙，为我们开启通向成功的大门。认知就是洞察本质的能力。认知力的不同，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本质区别。认知力高，我们能理解事物的本质与规律。具有敏锐的认知能让我们更好地把握机遇，规避风险。通过不断学习与积累知识，帮助我们拓展视野，提升思维的深度与广度。认知力高，我们面对复杂情况时能做出明智决策，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。认知力低的人所见即世界，他们喜欢盲目从众，缺乏自我认知，喜欢将所有的问题都简单归因。
他们总会奢望着运气能直接降临在自己头上。他的目光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当中，而忽略了周遭的世界。做事思考不懂变通，甚至撞到头破血流，却还是一无所获。而认知力高的人看事情比较全面，他们思维开放，想法也理性客观。越是高认知，就越是懂得遵循事物本质和规律。认知力非常重要，提高认知的最佳方式就是提升我们的系统思维。彼得·圣吉说过，系统思维就是看见整体的修炼，让我们看见相互关联而不是单一的事件，看见变化的形态而不是转瞬即逝。认知力强就能让我们直达事物的本质，了解环境与人事物运转的规律和发展的基本逻辑。执行，想要有所成就，仅有认知力上不足够，还要有执行力。它可以将我们的想法转化为实际行动，让梦想照进现实。正所谓3分战略，7分执行。一个人纵然有再多的智慧与计划，若没有坚定的执行力，一切都将只是一座空中楼阁，纸上谈兵而已。很多人虽拥有极高悟性，但到最后却是一事无成，原因就在于他们空有想象，没有行动。而一个人的成功最怕的就是你不去付诸行动，因为只要有所行动，你就会得到反馈，并能通过你得到的反馈进行自我调整。你会形成新的认知，从而更进一步做到知行合一。执行力需我们克服拖延与懒惰，勇于面对困难与挑战，为之付诸实践和勇气，是坚持不懈的毅力。认知思考全局，我们要像剥洋葱一样，透过层层表象，直达事物本质。过于狭隘的思想就如同盲人摸象，只将面前的事物当作事物本身。要跳出误区，思考全局，才能提高认知。执行内在渴望，内在驱动力决定了你的自我执行力。内心不渴望做一件事时，这件事就不会发生。而只有你极度的渴望，才会有足够的自我驱动力，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。决心迎难而上，做任何事情都没有一蹴而就，在成长的过程中，我们必然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。别害怕困难，把困难当成挑战。勇敢挑战，不断成长，才会成就内在的强大。天下万事唯心而已，心力所至，无所不能。很多时候，影响我们战胜困难的，从来都不是能力上的问题，而是心力上的问题。很多人的内心其实都是非常脆弱的，你的内心弱小，恐惧，只是困难在你的面前就会显得非常强大。只有心理强大的人才不会害怕困难，反而会把困难当成对自我的挑战。决心是我们内心的力量源泉，驱动我们向前迈进。一旦我们具有坚定的决心，无论遇到多大之困难与挫折，都能坚持下去。决心使我们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保持激情和动力，即使路途遥远，亦能排除万难，坚定前进。这3种能力相互配合，相辅相成。认知力为我们指引方向，执行力让我们付诸行动，决心则赋予我们坚持到底的力量和勇气。在人生之旅途中，我们会遇各种困难与诱惑，但只要拥有认知、执行和决心，我们就能勇往直前，战胜一切。人生最大的智慧是熬下去。每个人只要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期待，就会有所欲望。有欲望了，就会遇到一些问题、压力以及挑战。在这种时候，倘若自己能力不足、实力不够，还欠缺智慧的话，那么自己一定是需要去熬、去练、去学的。最终靠自己熬出了一些经验，熬出了一些心得，甚至熬出了伟大。就像冯仑说的，伟大都是熬出来的。只要人还活着，就需要熬。因为生活总会存在困难，存在压力，甚至是存在痛苦。我们只有靠自己好好去熬，熬出经验和智慧，熬出人格和强大，你的人生才会充满无限可能。不要害怕去熬，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所以一个真正能熬的人，才能够在各种各样的失望、绝望、
辛苦甚至是痛苦当中熬出自己的能力和智慧。其实，很多人怕熬的原因，就是害怕自己会失败。于是，为了减少失败所带来的痛苦，以及为了避免因为失败让自己丢了面子、失去了尊严，所以宁愿不去挑战，不去处理问题。更多的时候让自己逃避，不去面对，以为这样自己就可以不遭受那罪。但实际上，逃避人格的人永远不可能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其实，面对生活里的难，面对人生中的苦，我们勇敢去面对，而且还懂得降低期待。然后就算整个过程当中乃至阶段性的结果不让自己感到满意，但是我们自己从中也会有这样的感受，因为降低了期待，所以在熬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就像《百年孤独》里说的，人生的本质就是一个人活着，不要对别人心存太多的期待。真正聪明的人，不管当下多么艰难，也不会打退堂鼓，因为人生从来就没有后路，而是懂得降低期待，敢于积极付出行动和改变。然后一旦熬过了这段黑暗而艰难的日子，那么往后的岁月里，自己的生活说不定就可以开花结果。这样的人生反而会因为你不怕去熬，变得越来越可靠，也越来越充满希望。熬磨练心智，人在熬的过程当中，只要你的心态是愿意的，情绪是甘愿的，那么在熬的过程当中，对于你而言其实也没什么。甚至可以这么说，当一个人习惯了去熬，也知道熬的力量和智慧的时候，那么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压力，自己都能够熬得很轻松，熬得很有希望和动力。说到底，人在熬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能够一边磨练心智，增长认知力，同时也能够打造出一种强者的心态，让自己的每一天真正过得更加的自信和从容。苏轼在《留侯论》里写：古之立大事者，不惟有超世之才，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。生活永远都有挑战，人生永远都有一些变故和无常。我们只有勇敢去面对，淡淡去熬，然后才会发现，其实人生当中还有很多的可贵的东西。只要自己意识到了这一点，那么无论面对接下来的生活有多难，自己都会做好手头上的工作，熬过自己的苦难，最终靠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、独立。自己也会因为在现实当中得到了很多的锻炼和磨练，心智自然会走向成长，甚至是走向强大。真正可以靠自己，也能够活得越来越好。熬出格局，很多美好的品质和强大的能力，并非是天生的，也不是靠别人说给就能给到的。其实真正厉害的人，更希望凡事都可以通过自己找到更正确的选择方向和认知道路。然后就算会遇到一些挑战和难题，但是自己依然不会轻易放弃，而是能够拿出熬的精神去慢慢提升自己，蜕变自己。看到过这么一句话，生活的刁难并不是要你变得气急败坏，而是要你变得更加从容。生活永远是这样，你对他笑，他就会对你笑。因为生活的本质永远是清晰的、公正的。你要想过上更好的生活，那一定要让自己做出积极的改变和行动。最终，哪怕在追求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关和痛苦，甚至是绝境，也要相信靠自己熬下去，总有出头日。愿你我都能以包容之心拥抱生活，以坚韧之志面对挑战，在人生的长路上互相鼓励，共同成长，最终收获智慧、幸福与内心的宁静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